魏婴朝着蓝忘机努嘴示意蓝湛和自己一起劝说。蓝忘机看着外面的天色确实不早了，遂说道：“魏婴，先让前辈休息吧。”周云朝着二人笑了笑，难得轻快，今日不提明日愁，有事儿明天再说。话音刚落，只给二人留了一扇紧闭的房门。吱呀，房门又开了一条缝，一只麻雀从里往外抛了出来。蓝湛、魏婴转头一想，周云的话也有道理，和自己浪得几日是几日的观念莫名契合。蓝忘机看了看自己的兜，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串糖葫芦。蓝忘机会买这些东西，是因为之前去乱葬岗什么都没带去，魏婴说下次可带些零嘴。当然魏婴说是给阿院吃，但是蓝忘机每次都会买好几人份的，以便乱葬岗的众人皆可食用。魏婴弯着眼接过了糖葫芦，谢谢蓝二哥哥无事。魏婴和蓝忘机随便找了张桌子便坐了下来。蓝湛，你有没有发觉炼尸场最近有点多？以前有那么多吗？还都是活人炼尸，未曾遇见。蓝忘机细数这几年自己外出除祟，确实不曾遇见如此规模的炼尸场。炼尸场出现，意味着有修仙世家背弃公序良俗，忘了求道的初心。不管什么大小的世家，只要炼尸对于一方的百姓都是致命性的打击，更有甚者会天下大乱。射日之争还没过去多久，战争对百姓带来伤害也还没愈合，不少地方还有难民。蓝忘机越是思索，越蹙紧了眉头。魏婴下意识舔了舔嘴角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事情，眼中闪过一丝暴戾。乱葬岗自己的东西都被那些人瓜分得一干二净，还有半块阴虎符不知道落入何家，若是蓝家还能信个7、8分，会将其销毁。魏婴也没有绝对把握，因为人心实在是难测。自己还乱七八糟写了一堆怨气的研究，也还没来得及进行实际操作。忽魏婴一个脑袋两个大，无他，不夜天失控，围剿乱葬岗，再到如今的复活，魏婴只能做到让自己活着，还没有做好应对这些事情的准备。这些事件自己好像没做错，但又处处做错。魏婴看着一旁陷入沉思的蓝忘机，脑海里出现2个小人正在掐着架。魏无羡，溜吧！这些关你屁事，你辛辛苦苦救了别人，那些人转头因为这个炼尸场骂一句夷陵老祖就是个祸害。魏无羡，你想想自己追求的道，你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人送死吗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句话你忘了吗？你别忘了你是鬼道祖师，你救他们只会觉得你是赎罪，你不救你更是罪孽深重。魏无羡的存在就是原罪，去他妈的！魏婴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，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，到底被谁荼毒了？自己的亲人千辛万苦的从大世界送过来一缕神魂，自己若是还不爱惜自己，至少得活着。什么原罪？这种思想滚远些！蓝忘机看着突然爆口的魏婴，神色忽然慌张了起来。魏婴，可有不是？需要清心音吗？魏婴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头顶的呆毛也跟着萎靡不振。蓝湛，我是不是很糟糕？我是不是最坏的坏蛋？蓝忘机犹豫片刻，将手伸到了魏婴的脑袋上，低沉的嗓音从头顶上方传入魏婴耳中，你不是。魏婴听到蓝忘机的回答，说不上什么感受，就是心里堵堵的，闷闷地回道：蓝湛摸头会长不高，这只麻雀好像又找到一个炼尸场了。魏婴决定将决定权交给蓝忘机，当然这种行为选择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悬念性的。蓝湛是什么人？那是拖着一条伤腿都敢和玄武斗的，凭着几根琴弦，不是闲沙术把自己从那破洞里救了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明日便去查看一下。蓝忘机忽地想起陈村那几位金家的修士，一股怪异感浮上心头，隐隐觉得和这边的炼尸场脱不了干系。蓝湛，蓝二公子，蓝二哥哥。魏婴伸手在蓝忘机面前晃了晃，新奇地发现蓝忘机居然走神了。蓝忘机看向魏婴，一双好看的浅色眼眸难得表现出了困惑不解。魏婴表示至少从来没见着优等生做题出现这种眼神，而且对象是蓝湛 A， 那个姑苏蓝氏的小古板 A。 小古板对着自己求教，魏婴的开心值砰砰地往上涨。魏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豪气道：蓝湛，有问题说出来，哥哥给你做参谋。蓝忘机看着周身莫名洋溢着开心泡泡的魏婴，也不计较魏婴称他为自己的哥哥，
反正以后都会让他记住自己才是年长的那一个。我在兰陵发现一村庄沦为炼尸场，村民反映多次求助驻地的金家修士却无果，这不符合常理，此为一。今日你我合力救人，与凶尸缠斗的时间耗时长，很少一击毙命，但陈村却都是一击毙命。蓝忘机其实先少说那么多话，但是这接连碰见的炼尸场太过怪异与蹊跷，这不单单是除邪祟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背后似乎藏着更大的秘密。